公司進入夏休，減少運營，好多同事休假，會議取消。從6月的公休假到現在已經2個多月沒休假了，一直連軸轉的感覺。最近就經常覺得精神體力下降，雖然每天還是正常吃飯運動，但是因為惰性，好多事兒都往後推，經常晚睡。臨時請了1天假喘息一下，調整一下狀態。今天要在這個位置過大部分時間。最近德國還是挺熱的，太陽很毒，早上要把花盆都搬到相对陰涼的地方。正好昨天聽了展開講講的播客，介紹了一部人與自然、樹木相處的德語電影《Stille Freundin》，我也想找來看看。主播說，樹從來不主動打擾人類，也不是需要去研究的冷冰冰的对象，而是我們寂靜的朋友。我倒覺得植物從來都不是寂靜的，它們一直在表達，只是用了一套人類聽不懂的語言。而我時不時想起我的植物，雖然稱不上是專家，但是也盡我所能去照顧。晴天遮陰，雨天接水，我不嫌沉，也不嫌煩。這一小段互動的時光，正是我們一起參與世界的方式。其餘的時候，我們就各自生活，互不打擾。我最近的早飯最常吃的就是 muesli 加上 Speisequark， 中文直接翻譯可能叫夸克奶酪，我也不太清楚。每100克有12克的高蛋白含量，如果直接加这个奶酪就会很干，咽不下去，所以我还是先加一點牛奶，把麥片弄得軟一點。今天水果放了香蕉和藍莓，其實我應該吃更多的水果，但是其他水果買來我總是想不起來吃，最後都浪費了。現在就不怎麼買其他水果了。再加上一個煮雞蛋，這一頓早飯的蛋白質有將近30克。天氣好就想洗衣服曬衣服。30歲之前等着假期就往外跑，當背包客、沙發客，一個人去了很多地方，很多次在周日坐夜火車回慕尼黑，周一一早到達，直接去上班。後來遇到疫情時期，開始漸漸喜歡上宅家的生活。現在休假就只想在家待着，家裡什麼都有，舒適安靜，想吃什麼就自己做，沒有人打擾，當然也沒有服務人員為我服務，自己做家務踏實放心，不需要花很多錢去某個地方躺平度假。以前的休假是逃離生活，現在覺得好好過生活本身就是休假。我繼續看奈保爾的《抵達之謎》，很早之前就開始看這本書，但是看不下去停滯了。現在從第2部分繼續開始看，反而覺得還不錯。奈保爾寫他從特雷尼達小島的印度社區來到大都市倫敦尋找寫作素材。我突然覺得這正是我現在想保持距離的東西，因為在30歲以前體驗過太多東西，現在反而需要時間和空間去消化。這也讓我想到村上春樹寫過的，他在開始寫作之前經營一家爵士酒吧，是社交活躍的一種開的狀態，7年之後轉化為一種閉的狀態，開始早起，規律作息，沉浸創作。挺幸運在30歲之前我進行體驗過那種打開的人生，並且樂在其中，而現在我開始有意識地關上一些門，做一些生活上的商檢。今天本來想一整天都在這個角落看韓劇度過，沒想到之前還是幹了很多事兒，現在才開始看。好久沒有看過電視劇了，選了一部看5分鐘就能猜中結局的劇，叫《我的荒唐戀愛》。
曾經對看韓劇嗤之以鼻，覺得是浪費時間、浪費智商。幾年前開始接觸韓劇之後，一發不可收拾。以前看過佐野洋子的書，這位66歲老太太也記錄下沉迷韓劇的日子。她說，要說故事情節，全都是為了迎合大眾口味編造出來的，處處是邏輯硬傷，可就是覺得幸福，特別幸福。不少人曾經對這些進行各種分析，而我不想這麼做。喜歡一件事物，哪裡需要什麼理由？喜歡就是喜歡啊。看着他對韓劇的描述，也一起替他感到幸福。今天看的劇我只能打3分吧，情節、演技、布景都很一般。然而優秀的作品往往需要付出同樣的精力去消化，很多時候生活中就是需要這樣3分的劇，不需要精密的推理，不需要領悟什麼宏大深刻的哲理，只是去感受一些不用動腦子的精神按摩。本來想出去騎車，還好查了下天氣預報，發現一會兒要下雨。大太陽天氣說變就變，果真剛把衣服收回來不久就下雨了。看韓劇裡吃拌飯很饞，之前買的韓國辣醬都還沒有開封，今天就做一個不正宗版的韓國拌飯，家裡有什麼食材就吃什麼，沒有胡蘿蔔豆芽也沒有關係。最近跑步的狀態都不好，所以就慢慢跑，不較勁。最近天黑的早了些，我經常跑步的區域人煙稀少，所以就到健身房跑。夏天會漸漸過去，今天也慢慢過去。